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无论是在日线级别上，还是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都看到了比特币处在一个横盘震荡的区间，这个区间就是在3万点到3万1000点附近。这样的区间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收敛三角形焦点的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了一个假的突破和快速回踩，回踩之后，在4小时级别169日均线这个位置上，也就是29800美金附近得到了一定的支撑。那么当前行情它的横盘震荡的一个结构没有被破坏，在这样的结构当中，4小时级别169日均线支撑之后呢，我们认为它依然会有一个上涨的趋势。这个上涨趋势呢，动力源自于6月23日的这根阳线。我们看到前面是已经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6月23日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之后，始终围绕这个悟空阳线做横盘震荡。从6月24日到今天7月16日几乎长达1个月的震荡过程当中它始终处在6月23日悟空阳线的实力范围，那么上方就可能会出现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本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呢，本轮行情在周线级别的起涨时间是在6月19日的这一周，6月19日走出悟空阳线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后面连续3周做出了围绕悟空阳线的一个震荡行情。这个震荡行情呢，我们管它叫做妖怪 K 线。这里3根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但走出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就可能酝酿出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我们给出比特币多头方向目标点位在35000美金。那 BCH 是这轮行情当中的龙头币种目前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由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和最终的唐僧阳线构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阳线那么在6月30日的这个阳线呢，就是新的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产生之后，上方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但横盘震荡在这个位置上出现。横盘震荡过程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底边线在250美金，上边线在3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做横盘震荡。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缓慢跟上来，同时呢，对当前250美金附近的 BCH 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在横盘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连接它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看到它的结构在这个近焦点这个位置上发生变化之后后面的行情我认为它会将的这一轮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向后推，最后呢推出一个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呢在窄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附近发生变盘。那么我认为 BCH 它没有完全走完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目前正在做第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这个悟空阳线走出来了，悟空阳线走出来了，然后它做了一个连续的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调整。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4小时级别的这个均线系统缓慢跟上来之后对它形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当前行情257美金的 BCH 是可以2次进场的2次进场之后呢，也要设置一个围绕169均线的一个止损4小时级别169均线在230美金附近设置一个止损。如果144均线能够支撑得住的话，上方可能会走出它日线级别的一个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它下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呢，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周线走出悟空阳线之后，目前处在一个八阶阳线八阶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2根阴线呢是对八阶阳线的一个干扰性动作。那周线级别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这里的调整呢是在周线级别上方存在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这个位置上有压力的情况下做出了调整。但是我们看到上涨突破260美金之后BCH 的上涨空间已经被打开了回踩之后还有机会继续上行。这里的打开指的是我们看到19年的这段行情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是有筹码密集区，
跌破之后重新打上来，然后这个筹码密集区构成了一个压力啊，那突破压力之后上涨空间打开，就会有可能出现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那本轮行情还可以继续关注的强势币是 SOL 啊，SOL 是我们之前就埋伏了，大概是在17美金附近埋伏的啊，这个位置它走了几个结构啊。首先是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4.2级别回踩之后，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目前正在走的是第三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八节阳线走的非常不明显啊，那上方还是有一定空间，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完全是一个近焦点附近跌落之后反弹上来，反弹上来之后，上方最重要的压力位32美金，这个压力位呢是由22年形成的筹码密集区构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比特币和以太坊都相继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啊，因此呢，对于 SOL 来说，它的一个强势目前正在发展，很可能啊在底部量价齐升之后啊，进一步的完成它的这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出现了，唐僧阳线会让它回到38美金附近啊，到达前面行情形成了一个震荡平台区间。还可以关注的是 Matic， 我们看啊 ，Matic 和 SOL 它的走势非常类似。那 Matic 底部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啊，缓慢上行，然后一个加速啊 ，SOL 也是这样，缓慢上行，然后一个快速上涨。所以呢，对 Matic 来说，我们看到啊，底部成交量放大之后，上面啊。K 线还在犹豫徘徊之后，如果能突破啊，成功站上0.82附近啊，这个0.82呢，我们看也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的一个压力，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呢，上方空间将会被打开。特别要关注的是啊，目前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正在缓慢上行，最终呢会突破一个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成功的话会正式打开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 ，Matic 我们大概是在0.67附近埋伏的，目前已经有一些获利，但是还是在持币啊，耐心等待它上涨上去。还有一个币种 Cake 可以进行一些关注啊，我们看到啊，它在跌破前面一个位于3.4美金筹码密集区之后，始终处在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啊，始终处在一个底部黄金坑的位置。目前对于 Cake 来说，已经明显落后于很多山寨啊，但是呢，它是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我认为像 Uni、Sushi 或者是OneInch 这种币种啊，去中心化的以太坊链上的交易所平台币走强之后Cake 是有一定机会走出一轮行情。那么我们以6月25日的这根阳线做它的悟空阳线，合并 K 线之后，目前1.5美金的价格还处于它的这个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只要这个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1.422美金不跌破的话，仍然有机会。那么当前1.528的价格明显距离它的一个悟空阳线的开盘价距离很近，因此呢，我们止损也可以设置的非常好在这样的止损的保护下，上方可能会出现日线级别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和八节阳线，最终呢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它是一个有补涨预期的币种，底部成交量放大，并且出现悟空阳线之后，有这样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